今年美股潜在的最大科技股 IPO 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而为什么说生成式 AI 的出现让它一度被抛弃，但如今又成了它的必杀技呢？也许你没有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但是呢，你每天用的 APP 打开的网页，他们的界面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家公司打造的工具上设计出来的。这家公司就叫 Figma。Figma 是全世界最流行的设计工具，它要做的事情很简单，让设计团队通过浏览器上合作，而不是像传统设计那样依赖于像 Adobe 这样复杂的本地软件。所以在疫情期间，人们开始远程办公的时候 ，Figma 也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2025年7月1号 ，Figma 宣布启动上市计划，募资金额预计达到15亿美元，有望超过之前上市的 CoreWeave， 成为2025年最大的科技 IPO。那我们看到这2个月来美股火热，但是 IPO 市场却一直没有声音，所以 Figma 的 IPO 相当于是给市场打了强心针，让一个成长阶段的软件公司上市这件事儿再次成为可能。不过呢 ，Figma 的上市故事却远远没有听起来那么顺利啊。那这就不得不从当年它与 Adobe 的200亿收购案泡汤的 drama 故事开始说起了。2022年9月，创意软件巨头 Adobe 宣布以200亿美元收购 Figma。收购消息刚被宣布，就引发市场对反垄断审查的担心啊。因为当时全球设计软件行业最受关注的3大公司呢，就是 Adobe、Figma 还有 Canva。Adobe 已经是行业巨头，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旗下的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Lightroom 还有 Premiere 等近100个软件产品，让它坐稳创意软件行业的宝座。那我们开头说了 ，Figma 呢是一款用于界面设计的协作 Web 应用，侧重于用户界面与用户体验设计。那么关键词呢就是实时协作。而 Canva 呢则是一个在线的图形设计平台，用于创建社交媒体图形和演示文稿。那 Figma 与 Canva 相比Canva 更侧重于消费级市场，而 Figma 呢则更侧重于企业级市场。2022年的时候 ，Adobe 面临数字设计领域产品的口碑降低、专业用户流失等问题，尤其是 UI 用户界面设计领域完全被 Figma 吊打，所以呢 ，Adobe 就想直接把 Figma 给收了，来重建它的产品能力。然而不出所料，这起收购案就撞上了当时对科技公司盯得越来越紧的反垄断监管者们，特别是欧洲还有英国的监管机构。于是呢，在2023年年底 ，Adobe 和 Figma 呢就先后宣布放弃收购。而有意思的是虽然反垄断监管是表面上的理由，但也有分析认为 Adobe 也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努力去争取这个收购获批，不像2004年 Adobe 它收购竞争对手 Macromedia 时使出的浑身解数和手段，也不像当时差不多同一时间试图收购动视暴雪的微软，它与监管部门进行了各种周旋。Adobe 呢看上去很快就接受了收购案失败的这个事实，那这是为什么呢？有分析就指出说 AI 的出现是改变了 Figma 的命运。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让 Figma 实现快速增长，也让 Adobe 判断在线协作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词，所以他们在2021年决定收购 Figma， 并且在2022年公布。然而2022年年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ChatGPT 发布了之后，2023年生成式 AI 的爆发和技术的快速进步让 Adobe 完全改变了对未来的预判，整个公司将重心放在了 AI 上，所以收购 Figma 这件事情对于 Adobe 来说已经完全不重要了。而因为 AI 被放弃的 Figma 呢，开始寻求了自行上市之路。2023年年底，收购交易失败之后 ，Figma 的创始人 Dylan Field 依然乐观地写道 ：“Figma 最好的日子仍在前方。”而这样的好日子，我们能在 Figma 最近的财务报告中看出来。数据上来看 ，Figma 的财务成绩十分的耀眼。在过去12个月当中 ，Figma 的营收增长了48%，达到8.21亿美元，增速超过所有上市软件公司。尽管这家公司还十分年轻，但是将营收转化为实际现金的能力已经跻身行业顶尖。扣除并购终止的相关成本之后 ，Figma 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高达28%，而在上市软件公司当中，这一指标的中位数仅仅是18%。2023年来 ，Figma 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现在 Figma 有超过1300万的用户，其中的付费用户，尤其是高净值用户，也在不断的增长，并且有80%的 Figma 用户都在美国以外。其中的话，大概2/3还是非专业的设计师，说明它整个用户的基数还是比较的分散，这是它有利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世界500强，现在它自己宣称有95%公司已经在用了，那说明它在大企业客户这边的渗透率还是一个非常的好。在市场占有率上 ，Figma 近5年来的受欢迎程度也远超对手。Adobe 自己做了一个
同类型的产品 XD 跟它竞争，但后来确实打不赢，基本上 Adobe 已经放弃了。所以现在 Adobe 反而是更希望 Figma 通过前端做在线设计带来更多的业务，然后可以让 Adobe 后续的，比如说 Photoshop 做精修的这个业务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呢，如果上市计划顺利 ，Figma 呢可能能够拿回之前 Adobe 收购协议中给出的200亿估值啊。那么现在呢 ，Figma 最近一次的估值是125亿美元。而大家更津津乐道的还是 Figma 在招股中提了150次 AI 这件事儿。You k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make themselves seem like they're AI related. They recently launched an AI related product. 在对未来的展望中 ，Figma 就提到，我们的初心呢是帮助任何人把想象变为现实，而在实现这一愿景的过程中 ，AI 至关重要。另外 ，AI 这故事我觉得市场会相信的，因为说实话 ，AI 最好的应用在目前看来，其实就是跟一些 creative work 或 marketing 相关，那其实都是 Figma 的 use case。但是呢 ，Figma 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不确定性。AI 可能会降低 Figma 竞争对手开发同类产品的成本和门槛，并且呢，还可能会降低设计师和开发者们对 Figma 的依赖。在招股书中啊 ，Figma 也承认了投入 AI 短期内对盈利的影响。他写道，短期内 AI 投资将会压缩我们的毛利率和运营利润率，其最终对公司业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目前依然无法确定。目前 Figma 确实在 AI 上是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呢 Figma Make 只需要用户输入一句话就可以由 AI 自动拉组件并且生成交互，一键发布网页应用。不过这个功能的第一个版本呢是去年6月推出后曾经被指责抄袭苹果的天气应用，被暂时下架了，但这更像是被挑战的结果，而并非抢占了 AI 的先机。Framer、Penpot 等竞品早就推出了 AI 智能排版、自动生成 UI 组件等实用功能。那在此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些设计师绕过 Figma， 改用 Claude 还有 Cursor 等 AI 编码工具，并将公司的内部设计系统训练进这些模型。那一名 Block 的设计师就告诉 The Information， 他说他会在 Figma 里面截图自己的设计，把截图呢上传到 Cursor， 由它生成原型。AI 设计 Agent Love Art 的设计师 Zoe 就告诉我们，设计师对人类体验的精准把握，目前的 AI 工具呢还不太能够做到。像产品设计的话，因为你最后就是你需要对用户的心理有个很细致的了解，你每个按钮是怎么 interact， 然后每一个界面这个设计就是它最后就是你要很理解就是人是怎么感受这个过程，然后它精准性也要很高，就比如说每个 pixel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 AI 目前的话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么高的控制。最近一次 YC 的专访当中 Gary Tan 就问 Figma 的创始人 Dylan，AI 有没有让设计师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而 Dylan 的回答是 AI 作为工具能够降低设计的门槛，提高上限，但是深度还是需要设计师们自己来探索。 I think that so far AI is very much in the tool category. Totally. And whether it's designers, developers, others, people are using AI to just do more and to explore more. So the way that I see it is that, we talk a lot about lowering the floor, raising the ceiling, making it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process, but also raising the ceiling of what you can do. Yeah. And I always had this image in my head of like the idea maze you go down, all these different branching paths that you explore. My point of view is to get more breadth now in terms of the things that you can try, but it still requires a lot of depth to fully explore it. 然而呢，对于设计师们，这个回答显然是不够坦诚和有前瞻性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Figma 竞品之外呢，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所谓 Vibe Coding 的设计软件受到了设计爱好者们的欢迎。比如说，最近就出现了一大批如何只用 AI 做一个手机 App 或者网站的教程，而他们的秘密工具就是这个叫做 Lovable 的软件。又比如说，2023年推出的 V0，把网页设计变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和 AI 描述想法的过程。那我们之前提过Figma 有超过60%的用户都是非专业的爱好者。如果 AI 能让他们的设计流程变得更简单，那么 Figma 的市场占有率一定会出现下滑。所以呢，才会有用户评论说 Figma 看起来只是在不断的尝试，但似乎并没有一个面对 AI 挑战的完整计划。就是 Figma 来说的话，目前做的更像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实习生，就比较实验性阶段，可以帮你做些基础的事情，但还不能做到 Copilot 这个程度。然后 Adobe 的话，目前在这一方面的进展会比 Figma 要前一些。
但他们没有收购这件事情来说也是比较好的，这样子设计师他们的选择不会那么垄断。而我们看到 Figma 的故事呢非常有意思啊，一度他想寻求被巨头收购，但是对方因为 AI 的到来而转移了战略重点。但如今呢 Figma 又想用 AI 的故事重新拿回当年的估值， AI 改变了 Figma 的命运一次，现在会如何第二次改变这家公司的命运呢？我们在视频中说到了，会有巨大机会，但是也会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那接下来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Figma 的上市进展。